今天分析一下比特币行情，新的一年将至，也祝愿屏幕前的各位新的一年顺顺利利，财源滚滚。那行情不明确，多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如果近期有考虑交易加密货币，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也在 SY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发帖子互动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比特币当前4小时级别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临界点，从盘面可以清晰的看到，比特币在前期是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收敛三角形结构，那上轨是不断的进行下压，下轨逐步在进行抬高。而刚刚这一段行情呢，已经是走出了一个向上的假突破，那假突破已经出现那价格是一度是向上进行的，刺穿了三角形的一个上沿，那但是呢并没有继续也没有放量，所以呢它没有站稳，很快就又被砸回来，重新回到三角形的一个内部。那因为这一步的话很关键，真突破不了的话不会那么快速的回落，假突破往往就是诱多的开始。当前行情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诱多完成，然后结构的话是整体偏空的。现在这个位置价格已经重新回到了三角形的内部，并且是正在向三角形进行到收敛的末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正在进行最后方向的一个选择。从结构上来看，上方的高点其实是有在不断降低的，那下方的支撑虽然还在但是每次反弹的力度呢是越来越弱，每一次的反抽都有被压制在这个下行的趋势线之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收敛末端以及偏空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个人的核心观点是，当下的行情整体偏空，向下破位的概率明显是要大于向上突破的。为什么说向下的概率更大呢？首先第一点，假突破呢，它其实本身的话就是一个空头信号，真正的多头突破是放量站稳，而不是一根上影线就被打回来的。第二，从结构来讲，整个三角形我们这边看到了2根蓝线组成的三角形，它就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当中的收敛整理，也就是我们的盘整区本身就是为了更偏向下跌的。中继的话并不是底部的反转。那第三点，从时间周期来看，目前已经运行到三角形的末端区域，那空间被压缩到了极致，接下来会不会横盘还是说变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那市场可能会明确一个方向。那目前行情概率最高的一种路径的话，就是向下破位，三角形的下沿区一旦出现了有效跌破那么下方的空间就会被迅速的拉开，容易走出一段加速的下跌行情。这也是当前最主要一个防范的方向那如果想要真正的向上突破，就必须要站稳在三角形的一个上沿位，那注意到放量，并且连续都是收在这个上方，否则的话这些都所谓的是诱多行情。从当前的结构来讲，最多的风险是极高的，追空是要等待结构确认的，最理想的位置就是等方向出来之后呢再跟随。9万美元的关口已经成为比特币卖不出去的鬼门关了，大家可以算一下比特币一共到9万，然后没有站稳的话出现了几次已经很多次了。虽然表面上就看它已经走出来10月份那条下行趋势线的压制，那这是我们蓝色这根线就是下行趋势线的压制，但是呢理论上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不过并没有给多头部队带来多少实质性的鼓舞。为什么？因为昨天的冲高回落呢还是太伤士气了，这直接证明了9万关口呢是有大量的阻力的。在这么强大的抛压之下，我们密切关注的就是下方的一个防守线。首先短期防守线的话在8万7的这一个金额附近，如果这个位置失守的话，那么空军就会长驱直入，进一步跌向最关键的8万5美元。
讲完技术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面的信息啊。根据 CoinGlass 的数据啊，那截止上周五，比特币现货 ETF 已经是连续6天呈现出净流出的状态了。累计流出的话是10亿美元，虽然不是动脉大出血啊，但是这种流血不止，像是慢性死亡。说明了什么？说明华尔街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机构投资者可能正在回家过年。我们熟悉的微策略公司呢，再次增持1229枚比特币。那你在这里的话，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你会明显的发现，他们的力道变了，就相较于之前2周，每周都是超过1万颗那种扫货速度，这周的1229颗呢，简直就是没有办法看啊。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这种价位和市场环境下，微策略都变得就比较谨慎啊，一边是 ETF 资金跑路，一边是微策略加仓。整个市场的主力资金呢，充满了分歧和犹豫，这就引出来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灰度关于2025 Q4 加密增长势头停滞，但隐私代币亮眼的这篇文章。那文章会比较长，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就做几个核心的要点。首先，灰度报告直接点出，2025年第4季度整个加密市场的增长势头是停滞的，这跟我们目前看到的盘面情况基本吻合。但是呢，在这一片死气沉沉当中，报告特别点明了一个板块，就是隐私代币啊。那为什么是隐私代币表现非常亮眼呢？我们看最近的新闻啊，先是香港那边宣布要在2026年1月1日全面实施由巴塞尔委员会标准实施的银行资本金新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监管的手伸得更长，合规成本变高，所有的交易呢都将是透明的，可以被追踪。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日本人呢，在最近宣布了2026年的税改蓝图，建议将加密货币的税率下调至 20%。虽然听起来是利好的，但是它针对的是特定的加密货币，也就是说，为了引入更多的资产纳入监管体系，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全球对于税务的追查越来越严格，在这种全球监管大网越收越紧的背景下，天生就有追求可能安全感和隐私感的需求，所以像 Zcash 这样的一个隐私币龙头，在第4季度的表现就比较优异，这不是巧合啊，只是说资金呢在用脚来进行投票，他们在寻找新的避风港。我们再来看几个宏观的行业大消息。首先是美国货币供应量，也是简称 M2， 它已经达到了 22.3 万亿美元的新高，同比增长 4.3%， 意味着什么？市场上的钱还是很多的，只是现在这些钱呢暂时不敢进场，或者是跑去买别的东西了。买什么呢？接下来就是第2条新闻，新的机会呢可能会在哪里啊？首先 Hyper Liquid 该项目呢即将进行首轮 Hyper 的派发大约120万枚的代币解锁。这类新项目的空投呢，往往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热点。在比特币死气沉沉的时候呢，很多聪明的钱呢，他会去撸空投，去玩链上的新项目，而不是死守着二级市场来做交易。再补充一个作为中国人会感觉到比较骄傲的事情就是说 Meta 以数十亿美元收购开发 AI 的应用公司就蝴蝶效应。那这是 Meta 成立以来第3大的收购，花费仅次于就是说 WhatsApp 以及是这个 Scale AI。在视频的最后呢，引用一下金色百科给出来的结论为什么本轮周期如此艰难？2025年其实对于大多加密货币从业者而言都是残酷的一年，特别是我们这些撸毛的那我们频道都是做撸空头为主的，在今年的话，大家也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我们的方向出现了一些变化，不再是以撸空头为主，可能更多给大家进行一些行情的分享，或者是其他项目的分享。因为大量的项目团队呢扎堆，然后引导就争夺市场的一个注意力，流动性的话会被过度分散到这些币种当中，导致资金严重稀缺。过去1年的话，在头部中心交易所所上线的代币平均跌幅都已经高达 75% 到 89%。那这些代币呢，在上线初期的表现惨淡，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积分制机制的盛行。许多尚未发币且缺乏优质产品的项目，为了能以更高的估值发行代币，通过积分制，然后为人为制造出虚假繁荣嘛。这跟那个大家肯定就亲身经历过。每一轮牛市呢，都有一些其专属的泡沫区域2025年的话，应该是人工智慧，也就是 AI。随着我们的资金呢从加密市场转向人工智慧领域，那山寨币也失去了在2021年牛市当中获得的投机溢价。上述3大因素的叠加呢，让本轮市场的周期显得格外难熬。但如今投机溢价的话已然退去，流入加密行业的资本日益稀缺，相信市场还是能够逐渐回归到基本面的。我们在2026年敬请期待。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